我做了大概13年的评审导师。那个时候我不敢做，我不大会讲话，因为你叫我唱歌我很厉害，不过我没有训练过怎么去评人家，我不大会，我怕得罪人。我不怎么喜欢在台前亮相，我也不怎么喜欢人家的眼光注重在我的身上，我喜欢自由自在。我依然精彩，我是吴家明，我是翠霞。我们从那个笑脸副歌吧，第2次的，1、2、3，在我成熟的笑脸，音乐就完了 ，OK。很多学生已经60了，60多了，我甚至有学生79岁。他们是没有希望上这个大舞台的，所以我会尽量的去办一些演唱会啊，或者一些表演啊，让他们找回他们的信心。这很重要啊，因为他们一辈子啊，也许为了孩子啊，每天煮饭啊，都是披头散发的，从来没有打扮过的。所以现在你看我的学生，打扮之前跟打扮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。翠霞的人生也经历几次蜕变。一开始是20岁那年参加电视台斗歌竞艺比赛。80年代电视上没有什么娱乐节目的，斗歌竞艺都非常受欢迎的，很多人就黏在电视看看谁唱得好啊，猜想谁是下一个冠军啊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参加的时候我也看，然后通常都是做白日梦，说哇唱得那么好，如果有一天那个站在那边唱的是我的话多好。女子组季军是翠霞。那一晚她获得季军，并和当时的新加坡广播局签约成为歌手。我自己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女孩能够闯到大决赛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份礼物吧。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把我们签下来，因为我爸爸会比较保守，要签约的时候，我爸爸是不赞成的。后来我舅舅出面说，如果孩子要学坏的话，就算不是娱乐界也是会学坏的。所以我舅舅就担保说我不会学坏，我爸爸才肯给我签。现在我爸爸回想起来了，我爸爸说还好让你做这一行了，本来就好像是在吃这一行饭的，他也感到非常的欣慰了。和翠霞同届参赛的还有一组歌唱团体，虽然没有得奖，但其中一位成员却在2年后获得了斗歌竞艺公开男子组冠军。他就是吴家明。我第2次85年的歌唱比赛，那个其实不是我自愿要参加这个歌唱比赛的，因为我一向来我是不怎么喜欢考试，不怎么喜欢比赛之类的东西。我觉得那些压力比我一般的压力还要大。朋友帮我交了 form 之后，而且歌也跟我选好了之后，那个时候我就想，要不要尝试一下？但我哪里知道这么幸运的说，一直走到最后一关，还拿了冠军回来。我对唱歌感兴趣，其实我也不完全很了解几时的事情，我只是觉得说，我觉得唱歌我心情很好，然后就是一直在哼呢。我姐姐啦，我妈妈啦，他们是听，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唱歌？可是我爸爸就不太喜欢音乐，那我爸爸就会觉得，哎呀，你不要吵，整天很吵，整天在那边喊什么东西这样。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吴爸爸万万没想到，
佳明以一首《小人物的心声》红遍大街小巷，并以生活型歌手为人所知，为许多电视剧演唱主题曲。在这里，共饮一杯酒。其实我一向来我没有想到说我要当一个全职歌手，但是我很想当一个音乐人。所以其实我歌唱比赛之后，我必须要跟电视台签约。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，就是我不是长得很好看嘛，又胖又不是很高。我是唱抒情歌，可是我的样子不像抒情，我样子很粗犷的感觉。我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拿了冠军之后，电视台想签我的时候，他们一直在顾虑，不懂会不会观众会不会接受我这样的一个形象，成为一个电视台的歌手。哦，好久不见，40年的朋友。我有没有酒？我不会喝酒。我也是不会喝啊，真的。哦，龙都不会。我一向来我是不怎么喜欢 expose 自己的，我是比较看我缺场的，我会紧张。所以你很少找到有跟他一起拍照的那种画面的，很少。他不拍照。我们如果在一起录影的话，通常我们整班人呢，他就不用跑去哪里了。哦，躲剩下一个小脸出来，或者是躲在哪里，或者每次人家说，哎，你在哪里？你看到在那边，在那边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你看看这一个，你还记得吗？哎呦，那个时候你好像扮包青天呢。铁面无私、不畏强权、万民爱戴的包青天包大人。1980年代是综艺节目缤纷83的全盛期，一周有5天现场直播，还有乐队伴奏和舞蹈团的伴舞。当时新广歌唱组全职艺人，除了歌唱，还有跳舞、演戏培训，有机会施展浑身解数，成为全方位的艺人。那个时候因为缤纷83嘛，每个晚上8点半都有一个现场的娱乐节目。那个时候，电视台就给我们多一点机会，让我们亮相啊。每个星期的话，是真的很多节目要上。除了这个缤纷83，我们还有新星星，还有群星会，太多节目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有点应付不来，然后现场都是 live， 我会忘词，就这样哒就带过了，所以那个就比较出丑了。电视台学的东西，很多方面都帮助了我。在往后那个歌唱生涯，真的帮了我很多。现在的吴佳明仍然热衷于乐团的演出，不过他的身份不再是主唱，而是乐团里的贝斯手。他也减少在台上唱歌。我的封麦的原因是我比较缺场，我不怎么喜欢在台前亮相，我也不怎么喜欢人家的眼光注重在我的身上，我喜欢自由自在，我喜欢躲在后面。忙碌的无交集，我的生活在这里。1991年。和电视台停止续约后，吴佳明转战幕后，成为专业的音乐人，担任录音、编曲、和声、制作人等工作。合作对象包括张学友等知名歌手。我蛮喜欢你们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，那个节奏方面呢，可能还不够好，但是后来你都把它抓回来了。我从台前转到幕后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是我喜欢的工作。过了一阵子的时候，我觉得说，其实我在台前是没有错的，因为人家认识我、信任我，叫我做制作歌手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因为我是吴佳明，他认识我，
我是一个很好的歌手，所以我要是在做配唱的时候，在做制作的时候，他们都很信任我，都很放心让我去做。你们知道我们的贝斯手是谁吗？大家认识我们的贝斯手吗？掌声鼓励吴佳明。也许我一个人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本地音乐人蔡艺人与吴佳明相识多年，也见证他走过的音乐旅程。这首《小人物的心声》，它主要会深入民心，它的词和曲就是非常贴近民众的。日子一样会充实。够了没有？够了！每个时代都不一样，但是小人物的心声其实是一直存在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在不同的时代会打动不同时代的人哦。所以在很多演出里面，包括我们自己办的演唱会，或者一些万人唱，就是很多人一起唱歌的节目里面，这首歌一定会被列在其中的。我当初觉得"小人物的心声"这个词怎么这么白？为什么会白到这样子？以前都是哇，每个人都写诗啊、写词啊，那个时候还有听啊，哇，邓丽君什么"但愿人长久"啊那些歌。哇，为什么这首歌为什么也许我一个人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从来都不在乎。然后后来，我觉得很多事情是物以稀为贵。现在我在看回《小人物心声》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态也是这样子，很渴望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凡人，可是身不由己。因为只有做一个普通的人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他是新加坡一把真的很特别好的声音，虽然现在他不唱了，是很可惜。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在我们本地音乐的领域里面，一直在默默耕耘着，还一直在贡献他的这一份小人物的力量。庆龄呢，她的外形呢非常好，尤其她眼睛呢更加迷人。请问他们所说的你同意吗？你说呢？对。1995年，吴佳明与同是新广歌唱组歌手的曾庆龄结婚，但妻子在2001年患癌过世，使他陷入人生的低谷。当然，现在讲起没有事啦。如果你在那个时代讲起，我根本讲不了。现在我能够讲，因为已经过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它让我成长，让我就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我讲不出来，就是什么感受，就是很大的一个成长。跟我会更投入在工作，因为只有投入工作，我才能忘掉一些东西。妻子的过世让佳明不再回想过去，更在乎的是活在当下。他的离去，让我在记忆里面的一些部分呢，我懂得怎么去控制一些不好的，我不想记；不好的，我会很自然的会把它忘记。差不多1年时候，1、2年的时间，我觉得已经 OK 了，已经慢慢可以能够承受，已经慢慢能够安抚下来。翠霞离开电视台后，在1991年到海皇歌剧院驻唱，那是一个能够容纳1500人的大舞台，而她一唱就是16年，累积了深厚的歌唱与舞台经验。大舞台它的面积很大，你要怎么去应付？那个时候我很勤劳，我每天都练歌。翠霞实战的舞台经验，让当时黄金年华的节目监制林雄强找上她，请她担任音乐导师。我觉得你很不错，外形已经是个标准的歌手了。当时我在找最后一个导师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导师非常的关键，他需要有非常好的那个音乐底蕴，所以他要非常会唱，他要是一个相当出名的歌手，又会教。一定要知道这首歌它本身的低音、中音、高音在哪里。翠霞姐呢，她其实有学过声乐，她唱歌又非常的好，她人又漂亮，所以我想这个角色就非她莫属不可。所以我就邀请了他来担任我们第一届的就是评审导师。
不要再拉，拉的话它就 flat 掉了。好，还有副歌方面还不够放。我刚才以为说，还有你要注意的是，小腹要收一点。那个时候我还跟撰稿说，我不想做，我不敢，我怕得罪人。比赛呢，我说过很多次的，选歌很重要。他说：“翠霞，什么东西都有开始的，什么东西都要学的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机会，你学习。”之后我就接了，一接就接了13年了。他就是一个非常认真，但是他对学生呢是非常中肯的。你们的成长，你们的进步，我是知道的。他很会唱，很认真，他有时候还会搞笑，还会跟钟化2个人在面抬杠，让那个整个气氛热起来。无所谓，也可以来看我表演啊。其实，看表演也是一种学习。表演还是表演？表演，不是一种。黄金年华让翠霞知名度大起，她随后成立音乐教室，培养爱唱歌的学员。然而，2019年，音乐教学因疫情而受到影响，她也因此调整了人生的步伐。从早上忙到晚上，回家睡觉，醒过来就是去学院了。那个时候真的是忙。后来疫情之后完全不能教的时候，我才有时间静下来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发觉，原来我住了这么多年的屋子哦，夕阳是这么漂亮的。我每天很准时的就在那边拿一杯水，就在那边等，好漂亮啊！其实也改变了我很多东西啦，说何必这么辛苦呢？那个时候我甚至把那个夕阳画下来了，就去画画。所以我鼓励一些乐龄朋友啊，就是找回你曾经喜欢的东西。在这个疫情，我也找回我很多我曾经没有时间做的事情。投入音乐教学以后的翠霞，培养了不少喜欢歌唱的年长学生。为了让他们有机会上台表演，翠霞还特地举办活动。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台，也是我第一次唱广东歌。我这真的是很怕，我已经告诉自己不要怕了，可是还是很紧张。翠霞老师有一次鼓励我上台，我们不敢说不要。老师好。翠霞的学生当中，包括了她的哥哥和妹妹。我是在叫她老师，可是走出课之后哦，我会叫她妹妹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也讲过我唱歌很直很烂，但我也不生气啊。她讲的是对的，因为如果你不从中学习，你是学不到东西。现在我在唱的时候哦，她很少在讲我，因为我进步了挺多了。我是领悟到说，人忙是一件好事情，不过有时候还是要停下那个脚步来欣赏你周围的东西，无论是风景也好，家人也好，要停下来，慢慢去照顾，凝聚力要浓一点，所以我才会叫我的哥哥他们来啊。现在几个学兄妹一起唱歌啦，所以觉得怎么样？他们很开心呐，他们唱歌啊。我儿子现在也上来那个分享，有兴趣的，很好啦，唱歌很开心。好，下一位我们邀请翠梅为大家演唱。很高兴哎，一生人哦可以。就是我的年龄啦，还有我的些同学啊，他们都是整70岁的人，可以上一个大舞台表演给这么多人看哇，那个心情真的是无法讲出来的。
我圆了我的这个舞台梦，或者是歌唱比赛的梦。然后我相信，我周围很多爱唱歌的朋友还没有圆这个梦，所以我是希望借我的一份份小小的力量，我能够圆他们的梦。我现在的生活追求的是开心。其实有一句话说，开心跟不开心，你自己选择。我选择开心。与吴佳明一同表演的团员，虽然和他有年龄的差距，却能彼此融入，用音乐感应交流。我们很喜欢音乐，而且我们是很感性的人。比方说，他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他，他就不喜欢唱歌了。那我说我后面有放个麦克风，反正你要唱一下和声，就是他真的是有唱。后来我转过来，我是真的有唱歌。其实我现在到了这个时候，慢慢步入年老的阶段。其实我最大的梦想，我最想要做的是我要的东西，我喜欢的东西，而并不是会让我大红大紫的东西。不是，我现在做的都是那种好像幕后，我喜欢玩乐队，我就是喜欢穿旧衣服，喜欢穿旧的鞋子，什么东西都喜欢旧的。我喜欢吃米簸嘛，吃米簸吃什么东西，我都喜欢找古早味。那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觉得我的生活虽然是说每个人看起来有什么好玩的，但我觉得很好玩的，这是我现在的生活。我觉得我这一生我对音乐这个领域，我觉得我离不开，可能我做到我死为止。